听说有一种爱的体味，被很多专家奉为神级技巧。据说，只要让女生在那个瞬间，轻轻地把双腿交叉起来，就能打开她身体里从未被触碰过的开关。最近，连知名女优吴梦梦的影片都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很多男人都说特别喜欢听到她在过程中的那些声音，那种投入，那种娇羞，甚至那种带着一点点脆弱的赞美。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男人会对这些反应如此着迷？这背后其实藏着深刻的两性心理密码。Hello， 你好吗？我叫 Suki。身为一个看了10几年男女爱恨陈斥的专栏作家，我发现男人和女人就像是来自不同星球的生物，尤其在最亲密的那件事上。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能让你们的星球完美对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远不只是一个姿势那么简单。但在我们揭晓那个终极体位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知道吗？在床上，比任何花俏的技巧、任何昂贵的玩具，都更能让男人瞬间战斗力翻倍的秘密武器，其实只是一句话。你一定听过，或者你一定渴望听到。你好棒，你今天好厉害，天哪，我从来没有。当一个男人在最原始、最坦诚相见的时刻，听到他所爱的女人发自内心地说出这样的赞美，那是一种堪比超级燃料的强大激励。这句话像一道指令，瞬间写入了他的潜意识。那不仅仅是夸奖，那是一种信任的交付，是一种我的快乐掌握在你手中，而你做得非常出色的最高肯定。在那一刻，男性的责任感和表现欲会被激发到极致，他会感觉自己仿佛被赋予了一项神圣的使命，我必须更厉害，我必须让他更快乐。这股由衷的赞美所催生出的力量，远比任何外部的技巧教学都来得更加澎湃，更加持久。所以在你学习任何招式之前，请先学会引导和享受这种心法，它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基石。而一个真正的高手，他不仅懂心法，更懂得铺陈。他们从来不会做那种单枪直入的尴尬事，因为他们明白，一场完美的性爱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剧。它的序曲叫做仪式感。香奈儿女士有句名言，她说，女人睡觉时唯一需要穿的就是几滴香奈儿5号香水。你以为这只是为了性感吗？不，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暗示。当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它就像一个开关，告诉你的大脑，好了，白天的角色扮演游戏结束了，现在你是全然的、放松的、属于自己的女人。这就是仪式感的力量。我听过一个很美的故事，有一对夫妻结婚多年，已经有了2个孩子，生活被柴米油盐和孩子的哭闹填满，激情仿佛早已褪色。但是那位丈夫有一个坚持了好多年的习惯，每次他出差回来，无论多晚多累，行李箱里永远会有一件给太太的全新的性感内衣。那件内衣可能一辈子只会穿那么一次，但它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穿在身上，而是在被打开的那一刻。在那一刻，他在对妻子说，即使你是孩子的母亲，是这个家的支柱，但在我眼里，你永远是那个让我心动的、充满魅力的女人。对男人来说，那种衣不蔽体的魅力，关键不在于裸露了多少，而在于那种该遮的隐约有遮住，不该遮的若隐若现的神秘感。它创造了一种下一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强烈
烈期待，这种期待感是点燃欲望的火种。你看，仪式感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注意力管理的艺术，它是在提醒彼此暂时放下工作，放下压力，放下所有日常琐碎的身份，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注在此时此地的属于你们2个人的世界里。这就像去一家米其林3星餐厅，你花的钱真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吗？当然不，你是为了那里的灯光、音乐、精致的餐具、侍酒师专业的解说，以及每一道菜之间完美的节奏，是整个环境和流程将吃饭这件日常小事升华成了一次难忘的体验。仪式感也是一样，它不需要多昂贵，但需要用心。除了送内衣，你们还可以做什么呢？试试看，设立一个无数位产品之夜，约定好每周3的晚上9点以后，所有手机、平板、电视全部关机，房间里只剩下你们2个人和温柔的灯光。你们可以聊天，可以互相按摩，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抱着。这是在为亲密创造一个不受打扰的神圣空间。这就像去一家米其林3星餐厅，你花的钱真的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吗？当然不，你是为了那里的灯光、音乐、精致的餐具、侍酒师专业的解说，以及每一道菜之间完美的节奏，是整个环境和流程将吃饭这件日常小事升华成了一次难忘的体验。仪式感也是一样，它不需要多昂贵，但需要用心。除了送内衣，你们还可以做什么呢？试试看，设立一个无数位射频之夜，约定好每周3的晚上9点以后，所有手机、平板、电视全部关机，房间里只剩下你们2个人和温柔的灯光。你们可以聊天，可以互相按摩，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抱着。这是在为亲密创造一个神圣空间，或者建立一个属于你们的感官唤醒清单，一个只在亲密时播放的歌单，一种只属于你们的香氛蜡烛，一瓶高品质的按摩油。当音乐响起，当香气弥漫，你们的身体和大脑就会自动接收到信号啊，我们的专属时间开始了。甚至你可以玩得更有趣一点，用一张精美的小卡片写下一份今晚的角色扮演邀请函，是霸道的总裁和他的小秘书，还是迷途的旅人和好心的庄园女助人？这种游戏感会瞬间打破日常的沉闷，带来无穷的期待和新鲜感。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一下吧。除了这些，你们还用过什么特别的方法来营造属于你们的仪式感呢？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故事。好了，当赞美点燃了内心的火焰，当仪式感铺陈好了完美的舞台，你以为接下来就是直奔高潮的终点了吗？不，你以为高潮就是结束，那对男人或许是，但对女人那可能只是开始。在这里，我要为你介绍一个进阶的概念，一个很多男人从未听说过的秘密——高潮，也就是叠加式高潮。这就牵涉到男女身体一个最根本的差异。男性在高潮之后会进入一个所谓的圣人模式，也就是生理学上的不孕期，身体需要时间休息恢复才能再次启动。但女性非常不同，女性在经历一次高潮之后，她不会立刻进入不孕期，相反，她会进入一个奇妙的平原期。在这个时期，她的身体依然处于高度敏感和兴奋的状态，欲望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只是从熊熊燃烧变成了炽热的炭火。而这片炽热的平原是通往下一座高峰的绝佳起点。如果在这个时候给予它正确的持续的刺激，它就非常有可能被轻易的再次推向顶峰，体验到第2次甚至第3次的高潮。
而我们接下来要揭秘的那个终极技巧，就是教你如何精准地利用这个平原期，将一次普通的高潮变成一场连绵不绝的感官盛宴。现在请集中你的注意力，这就是那个被无数人验证过能极大提升双方体验的枕头交叉腿传教士式。它非常简单，但细节是魔鬼。请记住以下3个步骤。第一步，准备道具。你需要一个小枕头，不要太高，也不要太软，有一点支撑力的那种。它就是你今晚的神器。第二步，调整位置，让你的伴侣舒服地躺下，然后将这个枕头轻轻垫在他的臀部下方。这个看似微小的动作，却能立刻改变一切。它会让他的骨盆自然地向上倾斜，这个角度会让你们的身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贴合，消除所有不必要的空隙。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执行动作。当你采用传教士体位缓缓进入之后，请温柔地引导他，或者让他自然地将他的双腿轻轻地交叉起来，可以是脚踝相叠，也可以是小腿交错，找到你们最舒服的角度。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枕头，一个交叉的动作，但它带来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让我们来解析一下这背后的原理。就像是你轻轻地去挤压一条水管，里面的水流会变得更集中、更有力。女生的双腿交叉，就是用她自身的力量，为你们的亲密创造出这种自然的、完美的压力。从她的角度来看，双腿交叉的动作会让她的阴道壁自然地收紧挤压，这意味着你的每一次进入都会对她的内壁，尤其是居点区域产生更强烈、更聚焦的摩擦和刺激。那是一种从深处升起的无法抗拒的愉悦浪潮，让它更容易也更快地达到顶峰。而从你的角度，那种体验同样是前所未有的。你会感觉到一种温柔而坚韧的包覆感，每一寸都紧密贴合，饱满而扎实。那种紧实感会让你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为之站立。很多尝试过的男人都说，那种感觉甚至会让你在一瞬间找回第一次探索未知时的那种悸动与震撼。这是一个真正双赢的体位，它不需要高难度的肢体动作，却能透过最简单的物理原理，将双方的快乐都放大到极致。好了，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让他攀上第一座高峰的秘密地图。但是真正的大师从不满足于只征服一座山峰。当他经历了第一次高潮，身体还在微微颤抖，呼吸还带着潮湿的余韵时，千万不要停下来。记住我们前面说的吗？它正属于那片美丽的平原期。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的是高手级的追加技巧。在维持原有姿势和节奏的基础上，你可以尝试再更深入一点点。因为枕头垫高了角度，就会让你更容易接触到平时难以触及的深度。同时，用你的身体借由核心的力量，轻微的、温柔的压迫它的外阴和阴蒂区域。这个追加的动作，就像是在已经很完美的交响乐中加入了一段华丽的弦乐独奏，它将内部的刺激与外部的刺激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这个组合极有可能会瞬间引爆它的2次高潮，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说第一次高潮像烟花般灿烂绽放，那第2次、第3次的叠加式高潮就像是连绵不绝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没有尽头。每一次的浪潮都比前一次更高、更强烈，最终将它带到一个意识都有些模糊的纯粹的感官天堂。这就是女生才能独享的那种峰峰相连到天边的无与伦比的叠加式高潮体验。所以你看，想要成为床上的策略大师，你需要的是一套组合拳，是心理学与生理学的完美结合。首先是心法，
你要学会用真诚的赞美去点燃他内心的自信火焰，要学会用精心的仪式感去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只属于你们的情调空间。然后是技法，你要掌握那个关键的枕头交叉腿体位，懂得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创造最强烈的快乐，并且你要学会辨识和利用他高潮后的平原期，用进阶的技巧为他创造出连绵不绝的叠加式高潮。当你把这一切都融会贯通，你给予他的将不再仅仅是一次性爱，而是一次足以铭记在心的身心合一的完美体验。如果你觉得今天学到了，想看到更多这类深度解析，记得先给这支影片一个赞，并且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分享更多男女之间秘密的唯一动力。而且你也知道，像这样坦诚的内容非常稀有，随时可能因为太过深入而消失。我会建议你立刻分享给自己，或是下载保存起来，以免将来找不到。我是 Suki，我们下次见。